娘亲，那人与画像上的爹爹好像。瞎说，那不是，以前是，如今不是，以后也不是。君有青云志，我阻不得。我卖身葬爹娘。这钱拿去买棺材，安葬了人，你的户籍便迁入我家。谢谢婶子，谢谢婶子。爹娘，我已经找到好人家了。我买下你，你就是我家的人，得帮忙做事。明日早起，我教你磨豆腐，白日里跟着二郎认字，女子也得认字儿，才不会被人蒙骗。起了，给我磨豆腐去。大早上的要死要活的给谁看？没个本事就只能被人买卖。人啊，得有个技艺傍身才饿不死。你再苦也没我命苦。自小没爹娘，好不容易嫁人，结果老三刚出生，当家的就死了。你还有我，还有陈家。知道了，婶子。我和大郎出去卖豆腐，你在家好好收拾。妹妹，快来学习了。这一学就学了10年。卖豆腐嘞，卖豆腐！听说了吗？北边要打仗了。哎，打仗，苦的从来都是咱们老百姓。我家二小子今年刚满18，前几天李正已经挨家挨户登记男丁了，说是随时准备征调去运粮草。娘，我要去参军。冒冒失失的，像什么话？娘，我要去参军，北边要打仗了，我有力气，我要去挣个功名。不准！娘，北边都打成什么样了？这是建功立业的机会，难不成让我挑一辈子豆腐担子？挑豆腐怎么了？豆腐养活了你，养活了陈家。参军那是掉脑袋的活，你去了，陈家这豆腐摊子谁来挑？您不答应，我就在这跪死，不吃不喝，地我也不下，豆腐我也不卖了。参军可以，但你得给老陈家留个后。娘，您说笑呢？我这前脚走，后脚就让别人在我家守活寡。你既然知晓是守活寡，当初就不该动去参军的念头。你若心疼人家，就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磨豆腐。之前你不是说喜欢私塾先生家的千金吗？我手里还有些存银，若你有意，我明日就请媒人去提亲，我可以用所有存银做聘礼，风风光光把人抬进来。不行，娘，我不能让他来我家守活寡。再说，银子全拿给我娶妻，二弟读书怎么办？既舍不得那个，你就另寻一个。总之，不娶妻，别想参军。行，您不让我参军，我就在这屋里耗着，看谁耗得过谁。千妮，你给我死死盯着他，要是让他偷跑出这个家，我连你的腿一块打断。三郎，别玩你那些有的没的，滚出来挑担子，给我卖豆腐去。千妮，你可愿嫁给我？为何是我？娘卖豆腐能有多少银钱？若全部拿出给我娶媳妇，我心中有愧。子言是我心上人，我不愿他守活寡。娘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，看不得闲人。子言自小娇养长大，我若娶她回家，娘会嫌弃的。娶你就不同了，你在我家长大，知根知底，既不用聘礼，也不用操心婆媳关系。再说家里的银钱还得留着给二弟读书用呢，你也不想二弟读不了书吧？陈婶子买下我本就是陈家的家奴，少爷想娶我，那是天大的好事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娘，我娶千妮。我让你去找媳妇儿，谁让你霍霍千鱼了？我早就把千鱼当亲生女儿养。你现在本事大了，知道谢恩图报了？打死你个不孝子！打死你个不孝子！撒开，快撒开！肯定是大哥谢恩图报，千妮姐就不是个主动的。千妮，你给婶子说句实话，你是真心想嫁给大郎？婶子，我是愿意的。你这丫头，用不着把自己一生都赔进去。婶子，我是真愿意的。娘，那明日我们就成婚。陈家婶子，恭喜啊！
大郎这就成家了，陈家有后喽！千一这孩子勤快，往后你可就享福了。一人红妆峨眉花，素手眉间点朱砂。娘子，劳烦你今后替我守孝。羽毛娇艳自无瑕，春风染尽陌上花。三郎，你大哥呢？大哥啊，他今日一早就收拾好行李，整装出发了。日子过得真快，大郎走后1个月，你发现有了身孕，到如今森儿都2个月大了。是啊，婆母，不知大郎在那边是个什么光景。娘，千一姐，我考中秀才了，县里特意发了赏银。好，我儿出息了，加上咱们攒的那些积蓄，正好去县里买套带铺面的小院儿。真的？娘，那我的豆腐摊子是不是能变大门面了？娘，先别想铺子了，我刚从县里跑回来，听说南边乱了，流民四起，先生让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往北边跑。往北跑？那我的豆腐摊子咋办？那可是我刚起步的买卖啊！说我们往北跑，大郎回家找不到人咋办？这一走，他回来就再也找不到家了。千里姐，别怕，有我们在。娘，事不宜迟，我去游说邻居们。好，二郎快去，三郎装干粮细软。咱们往北走。我们一起走。这是我们的路引，好好守着。你们倒聪明。南边乱得彻底，南陵王反了，所到之处皆屠城。县太爷说了，再过3日，凡南边来的人一个不会放进城。你们最好往北走2个城，去京郊石头镇。多谢军爷指点。娘，千里姐，快尝尝，这可是我在自家这大灶台上整出的新样式。瞧你那没出息样，当初在镇上酒楼当学徒，不是天天丧着个脸吗？那酒楼的老头死板得很，我这想加点料动点新样，他都得吹胡子瞪眼。我在那儿当了3月学徒，真是当得不耐烦了。还是自家好，当初咱们凑钱买这地修这大院子，真是修对了。逃荒路上大伙儿的情分深，如今能安稳扎下根，全靠二郎有主意。这一路走来，见多了流离失所，才知安稳不易。先生说了，这一路上我学了不少民生实务，学问也算落到了实处。先生说，不出意外，明年秋闱我可以去考场试试水了，到时候我们一家子都搬到京城里去。好，咱家总算要出个文曲星了。秋月榜单出来了，不知今年咱们县里谁高中啊？恭喜陈建元！陈大娘，你家这侄女持家可真是一把好手，怎么一直没见她女婿露面啊？唉，我这表侄女命苦，夫君在北边征战，这不才带着质子前来投奔我这老太婆。北边征战，那老板娘可是熬出头了。听说北边大捷，大军不日就要凯旋回京了。别听说了，我家那小子在军中当差，来线说明后天就归京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万庆女将军也要回京了。听说了，何止是回京？听说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郡主，竟然嫁给了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将军。竟然有人不要命，敢娶万庆那个泼妇！你懂什么？那些泥腿子有条大腿伸过去，人能不紧紧抱着？听说连孩子都生了，那泥腿子倒也争气，竟能让万庆这种女人收了心。
今日大军凯旋回京，国子监特许休假，我想请千妮与恒野同去主街看看。好，我去。5年了，咱们寄给边关那么多信都没个动向，哪怕是死是活，今天总该有个定论。许是边疆路远，军务繁忙耽搁了。今日见了，一切便明了了。恒野说他还活着，为何5年不往家里寄一个字？别多想，收拾妥当我们就出发。这种位置，今日怕是千金难求吧？伙计说这位子1个月前就被人定了。恒野，你1个月前就知道大军要回京的消息了？在国子监听闻了一些风声，日子定得不稳，怕空欢喜，就没在家里提。难为你，心思总是这么细。喝口水，看外面吧，已经到了。娘亲，你快看，那个人长得有些像二叔。不对，二叔他更像你画里那个爹爹。可是画像里的爹爹为什么要抱着别的小孩？瞎说，那不是你爹爹。我不知。无事，不怪你。我确实不知他们已有子嗣。今日这场景绝非我所预想。恒也发誓，陈家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二叔，那个爹爹怀里抱着的是他的小孩，那森儿呢？爹爹还会认森儿吗？二叔，森儿心里难受。千妮，我们回吧，森儿快睡午觉了。千妮，我听恒也说了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当初我就不该由着那畜生的性子，是我陈家挟恩图报，毁了你呀！婆母，事已至此，你别摇头，我的错就是我的错。恒也告诉我了，当年他走时，你与那负心汉的婚书是假的。既然是假的，你就从未真正进过我陈家的门，你也还未嫁人。入京后，我对外都说你是我侄女，三郎也一直唤你阿姐，外头没人知道你和那畜生的真正关系。若你不嫌弃，我家这2个小子你任选，他不仁，你也用不着替他在这守着，平白糟蹋了自个儿。娘，您是烧糊涂了还是昨晚豆腐吃多了？居然让我娶千妮姐！且不说千妮看不看得上你，你二哥还未娶妻呢，哪里轮得到你？娘，您就是故意的吧？二哥对千妮姐那点心思，简直就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您倒好，非但不阻止，还在这儿瞎起哄。老娘不知，老娘在这世道上滚了半辈子，知晓的比你这混账多得多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从今天起，千依就是你表姐。至于森儿，那是他早死夫君留下的遗子。可大哥明明还活着呢，您是他亲娘，您就这么咒他死了？我宁愿他死在外面，也不想看他活着回来恶心人。我陈氏这辈子，上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地，唯独对这孩子有愧。您说大哥恶心人，他到底恶心谁了啊？您倒是把话说清楚。恶心老娘了，那狗东西在外面攀了高枝儿，竟敢做出另娶之事，还瞒着家里跟他人有了子嗣，这种烂了心肝的东西，不恶心？
二哥回来，没说大哥另娶的事儿啊？哼，白高兴一场。我还以为大哥当了将军，我这亲弟弟能跟着进京享福呢，享个屁嘞！享福？那种没良心的福，我老婆子可不敢享，怕遭天谴。娘，您别光打我一个呀，二哥在呢，您要打二哥。娘，我愿求娶千妮。我不愿。二哥，你真牛！不愧是我的好大儿，你有这份担当，老娘心里踏实。我不愿，婆母，我不愿嫁给恒野。千妮，你先别急，恒野的人品学识你最清楚，为何不愿？我一直把恒野当亲兄弟看，我对恒野并无男女之情。可惜喽，真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啊！是恒野唐突了，冒犯了千妮姐。舍妹之事无需在意，会事在即，我没心思去什么将军府寻亲。将军府哪有我的新菜系重要？没时间去。恒野，里面的干粮和炭火都备齐了，放手去烤。好。千妮姐，二哥都进去了，咱干等也白搭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俩去逛逛集市呗。两位想买点啥？今儿人都跑去考场那边凑科举的热闹了，这集市都快没人逛喽。没人逛才好，咱能清清静静看会儿。负心汉。陈高桥，你干嘛？你是何人？我是何人？我是你祖宗！大胆小民，居然敢侮辱朝廷命官，跪下！别跪，该他向你下跪。千里姐，我们走。娘说错了，陈刚强不仅是个负心汉，他还是个白眼狼，连自己亲弟弟都不认识了。老天真是不长眼，这种人居然还能当将军。三郎，这是哪儿？我也不知，刚才光顾着跑，没看路。走吧，总得绕回去。还是家里安稳。喜报！恭喜贵府陈明建也会试高中头名，荣登会员。官爷们辛苦你们了，这一路跑来费不少劲儿，小小心意，快拿去买点茶水喝。哟，老人家客气了，这是沾了惠济宫的喜气，这喜包我们就收了，谢谢您嘞。哎呀，陈大娘，您可真是苦尽甘来了，二郎竟然中了会员，那是文曲星下凡啊！咱们这巷子里啊，可算出了贵人了。千妮，我想将这好消息第一时间报给先生。若不是他老人家当年在石头镇的提点，恒也断无今日。是该报喜，先生待你恩重如山。恒也如今有了功名，陈家总算能给你撑腰了。
好啊，二郎，老夫没看错你。来喽，新口味的酱豆腐，大伙尝鲜。还是你们有出息，搬到了京城。这院子可比石头镇那个大院还要新派。哎，陈大娘，咱们都是知根知底的老邻居了。我听说前些日子北方大军回朝，闹得满城风雨的。你家大郎当年不就是去了北方参军吗？怎么样，这回大军凯旋，有他的消息不？大概是死在外面了。哎呦，陈大娘，快莫伤心了。瞧我这嘴，真是不该提。是啊，大郎那是为国尽忠，老天爷看着呢。不是，这都是命。好在我家二郎出息，三郎也不赖。往后老了，我就靠他俩，也知足了。确实，二郎现在是会员工了，您这往后的福气长着呢。大郎人虽然没了，好歹给陈家留下了个香火。森儿那孩子瞧着就机灵。其实我一直瞒着你们一件事儿。森儿这孩子其实是我当初在镇上捡的。啊，捡的？可那小孩瞧着眉眼和大郎挺像啊。可是不对呀，当初大郎走后，你家大郎媳妇儿不是怀着孩子的吗？难道是假怀的？不说这些陈年旧事了。对了，最近石头镇那边收成如何？我听人说今年北边雨水大。是啊，北边雨水确实大了些，石头镇那边地势高，应该没什么大碍。千妮，有些话我想跟你说。近日白天，我给他们说，森儿是我捡来的。千羽，你莫担心，二郎和三郎，你看上谁，谁就是森儿的爹。或者你再等等，等殿试后，二郎封了官，你再决定要谁。姑母，您别逗我了。倩妮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姑母。真是舍不得走，还想多住些日子瞧瞧热闹。可不是，但咱们这些粗人待在这儿，万一耽搁了二郎天使，那可是天大的罪过。走吧，二郎需要清静。喜报！大喜报！恭喜恭喜！陈慧媛在殿试中才华冠绝，圣上亲笔点为探花。圣上有旨，过会儿探花郎要打马御街，绕城3周。诸位家眷可前去主街观赏这泼天的荣光。听见没？探花，我儿是探花。探花郎高中，这京城主街可都要热闹3天。都散了！今日我儿高中，就是要大家伙一块乐。中了，中了！陈家二郎中探花了，中了，中探花了！听见没？那是我亲哥。咱们石树以后改名了，就叫探花石树。我看往后谁还敢在咱们这儿闹事儿？诸位，今日我哥高中探花，陈某高兴。凡是今日来用膳的，甭管是谁，每桌加送一盘我最新研究出的菜式。三掌柜，你那新菜平日里不是每天只供应10盘吗？想吃都得靠抢，今天真白送！白送，不仅白送，今天还不限量，管够！各位坐好，菜马上就来。陈三，你给我跪下！娘，
我错了，您别这样。你哪里有错？你多聪明啊！错的是我没教好你们这几个讨债鬼。千妮，森儿在我屋里已经睡熟了，夜里凉，你先去我屋抱他回你房里睡吧。哎，好，我这就去。瞧我这记性，今日店里进账的50两银钱还在身上，还没交给婆母呢。你这个畜生！你是不是也要学你大哥那个白眼狼？你要气死我才甘心吗？娘，我没有，我真没有。你没有？你当我老糊涂了？你明知道今日你二哥在那马背上把那朵御赐的探花红花藏得死死的，就等着打马玉阶时亲手赠与千银。你呢？你却故意带着千银去逛什么劳什子集市，存心没让他去看游街，你还敢说你没有？我说过多少次，陈刚强那个畜生造的孽，是我们全家欠着千云的。您成天说二哥的心思，可您问过千里姐的意思吗？您问过她愿不愿意嫁给二哥吗？您总说咱家欠她的，到底欠她什么？当年大哥走确实是不对，可归根见底，千里姐当初是您花银钱买回来的家奴啊。主子想娶家奴，那是他的福分，您至于把姿态摆得这么低吗？娘，你又打我干什么？我说错了吗？我打死你这个不知好歹的畜生！我没想到你心里竟然是这么想千妮的，家奴，亏你叫得出口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全家的命当年都是千余娘救下的啊！救命恩人，这事儿您从未告诉过我啊！告诉你，你能如何？你只看到他是我们买回来的，却不知道若是没有他娘，咱们娘几个早就在乱世里化成枯骨了。就连我这手磨豆腐的手艺，也是千一娘手把手教给我的。咱们陈家欠千一的，这辈子下辈子都还不完。哎呦娘，说归说，您别再动手了。成，我记住了，以后我定把千一姐当菩萨一样供着，成不？反正二哥和千一姐的事儿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您觉得二哥好，那是您的想法，您总该问问千一姐自己的意思。这种事还用问吗？在我眼里，最好的就得配最好。最好的？我不是好的，我也配不上千一姐吗？你，千妮要是嫁给二郎，那将来就是正儿八经的官夫人。跟着你，她能做什么？官夫人有什么好？跟着我能天天吃好吃的。我这探花石窖的主厨，难不成还饿着她？没出息的货！除了吃，你还能想到什么？千里姐，二哥这些日子天天问你怎么不回家住，这时事虽忙，也用不着你亲自在这儿守夜吧？店里最近招的人多，我不盯着不放心。往后每日的收成你直接带回去交给婆母，我就不回去了。行吧，那你早点歇着。听说了吗？今儿赐的探花郎不仅长得俊，桃花运更是旺得不小。谢师宴上，连明荣郡主都看上他了，想招他做骏马呢。你这消息落后了不是？探花郎当场就给绝了，说是心中已有心悦之人。连郡主都敢拒，这人还真是个长情的，也不知道是哪家的何止郡主啊。刘尚书也有意招他为乘龙快婿，亲口许诺前程，结果他还是那句话，已有心悦之人。那刘尚书就没脑。尚书大人甚至暗示说自家的女儿不介意与人共侍一夫。你猜那陈二郎怎么说？如何说的？正色道，他说他此生只会有一妻，绝不纳妾。这一句话直接把京里半数的大人都给得罪了。真是个蛇子。放着大好前程不要，非得守着那个不知名的心上人，这个傻子。谁说不是呢？京城里多少人等着看这位寒门探花的笑话，真是个痴情的傻子。
表姑娘，三爷，快跟我回去！家里突然来了好多带刀的官兵，围得严实。二爷在里头应付着，说是来了什么远房表亲。老夫人心里没底，特意让我来寻你们回去。什么远房表亲？咱家哪来的这种亲戚？二哥糊弄鬼呢？该不会是那个白眼狼找回来了吧？千云姐，走，我们这就回去会会。三郎啊，你家这是犯了什么重罪了？怎么惊动这么多官爷？呸！瞧您说的，哪能啊？是我家远房亲戚来京城串门，人家现在出息了，带点护卫不是正常的吗？你看你们这一个个的，都把人给吓到了。官爷，这是我家的表小姐和三爷，老夫人正等着呢。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这话说的，我们一平头百姓哪能随便见大将军呢？给我将外面的、里面的2个畜生赶出去！娘，您这气话说的，要不您先听听您在说什么？愚公，他俩一个是当朝探花，一个是3品大将军，都是正儿八经的官绅。我呢，我就是个卖豆腐的平头老百姓。于私，他俩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兄长，我是家里最小的幼弟。您说，就凭我这身份，我敢赶人吗？我这腿肚子都还在转筋呢。既然你这废物什么都做不了，那就给我跪下！千妮，苦了你了，孩子。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逼你选二郎了。以前是姑母老糊涂了，她心机深，满肚子算计。你心思单纯，根本算不过她。今日起，你就是我陈家的亲生女儿。若你想嫁人，我定倾尽家财，风风光光送你出嫁；若你不想，我养你一辈子。反正你的户籍是上在我陈家名下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你就在屋里等着，我出去赶人。娘，是儿子的错。儿在边关打仗时伤了头部，不幸摔坏了脑子。这些年，儿浑浑噩噩，忘了家中许多事，甚至忘了自己是谁。直到前些日子，儿在京城主街瞧见二弟骑马御街，瞧着那张脸，儿这才像遭了雷劈，慢慢恢复了记忆，想起了娘，想起了陈家。记起来了。那然后呢？儿在边关立了战功，已被圣上赐婚，娶了万庆郡主为妻。如今只能委屈千迷静府给我做妾。只能委屈千蜜做妾。陈刚强，你哪来的脸说出这种话？我陈家祖宗18代清清白白，没你这等子另娶弃妻、丧了良心的不孝子孙。娘，你为了一个买回来的孤女，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要了。这些年，儿在边关刀口舔血，拼了命的往上爬，那是为什么？还不是想给您挣一个封妻荫子的诰命，想让您老人家在京城挺直了腰杆子做人。你嘴里能有一句实话？刚才还在那哭天喊地，说自己摔坏了脑子失了忆，下一句就是为了给我挣诰命才往上爬。怎么，大将军这脑子长得还真是精巧，是间接性失忆吗？还是只捡着对自己有利的机？娘，我是真的摔坏脑子了，我会上清。我管你真的还是假的！别给我找这些借口。你记不住家人的时候，怎么就能记住攀附权贵？既然你选择了做权贵人家的乘龙快婿，这辈子你就不该再踏进这道门，更不该认我当娘。还有，你给我记清楚了，千妮绝不为你陈高强做妾，你没那个资格提千妮，你更不配提她。
千妮，过来，给我踢，狠狠的踢！这种给了承诺又管不住自己下半身的男人，留着这祸根也无用，踢废了他，省得祸害人。踢，怕什么？出事儿了，我这把老骨头担着。姑母，还是别了，万一真踢坏了，他借机赖上咱们家不肯走，那该怎么办？说的也是，这种烂狗屎粘在鞋底确实难甩。今日且先放过你，陈高强，你记住了，出门在外千万别在外人面前说你负了千姨这种废话，别将千妮的名字和你那安扎心思绑在一起，怪恶心的。娘，您当真这么狠？若想保住你如今这一身靠脸皮换来的成就，以后你就别再来陈家，这儿没你的地儿。砸吧，可劲儿砸，砸这一拳，则算银子5两。给我听好了，只要我还没死，只要我陈氏还活1天，你就别想认祖归宗。我陈家的家谱上没你这种东西的名位，滚！千羽，这段时日你身边不太平吧？哼，别想瞒着我，你这孩子打小就心重，怕我担心是不？实话告诉你，我早就在暗处请了人护着你呢，要不然你当他那帮带刀的兵卒是吃素的？我本想着大家相安无事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咱们过咱们的独木桥，谁曾想他这种势利眼，一看二郎出息了，就巴巴的跑回来认亲，美得他。拿着，这些东西全都是你娘当年亲手交给我的。这些东西我本打算等二郎以后在官场上站稳脚跟，再让他替你出面的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那个畜生逼得太紧。那日你在正屋门外，应当也听见我训三郎的话了吧？说到底，若是没有你娘，这世上早就没咱们陈家这一家子了。你娘是个顶好的人，可惜命薄，你心里得有个底。当年你爹娘的死，那可不是什么意外。这其中的弯弯绕绕，你可知晓？我知晓。娘儿，你就在这里躲好，记住了，要是娘哪天断了你的吃食，连着3顿都没送来，你就再在里头饿上1日，千万别出声。等到了第4日，你就自己爬出来。要是娘不在了，你就去隔壁村口卖身葬亲。贼人下手真狠啊，连个铜板都没剩下。妮儿，没银钱，连口像样的薄棺材都买不了啊。谁家的娃，真是作孽！拿去安葬爹娘，以后就跟着我磨豆腐吧。娘临死前交代的话，我当时不懂，只能照做。那个时候你就跪在那儿，倔得像头驴。我哪里知道你这孩子背着这么大的血债？那些杀人放火的贼子，到死都没翻到这几封信。你娘把它们缝在我送给她的豆腐包袱里，这才逃过一劫。这几封信，你娘当年亲口交代过，若有一天我陈家男子能入朝为官，就把这些东西交给薛帝师。至于为什么，你娘始终没透底，但我猜这些信准能揭开你的身世。现在的局势你也瞧见了，我是想问问你的意见，这些东西是现在就拿出去，还是再等等？至于交出去会有什么后果，是福是祸，
咱们谁都说不准。姑母，那就现在交出去。这件事，二郎知晓吗？他还不知，等晚些时候我寻个机会再告诉他。他这孩子心思细，知道该怎么做。二郎是我最放心的孩子。今日在院里那个人不是二郎带回府的。自打二郎中了探花，那白眼狼就跟闻到了腥味的猫一样，死死盯着咱们家。今日二郎刚到院门口，就被他带着人半路拦住，硬是厚着脸皮一同进了小院。真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跟我面前演什么戏？说什么摔坏脑子失了忆，满嘴胡亲，骗傻子呢。千迷，其实当年的事也有我的错，我误以为你那时候是心悦他的。当时他向我指天发誓，说这辈子定不负你，我才信了他的鬼话。没过多干扰，他是个狠人，为了往上爬，不惜豁出命去上战场。5年时间，从一介平民爬到3品将军，那京城里官官相护的网，他竟也钻进去了。狠！我看他是狼心狗肺。千一，你瞧着，他绝没失忆。姑母说的对，他没失忆，失忆不过是块遮羞布，掩着他这5年不认亲不归家的无情。如今他巴巴的撞回来，不过是瞧见二郎中了探花，想要二郎在官场上推他一把。唯利是图的人，算盘珠子都蹦到咱们脸上了。千银，你大郎哥以为如今回来了，给点甜头，我这个当娘的就能原谅他？他太小瞧了这世上被辜负了的女人能有多狠。不怕你笑话，当年老三才出生没多久，你公爹在外面偷孩子，跟个寡妇混在一起，被我亲眼撞见了。我当时没哭也没闹，装作一概不知，每日照旧嘘寒问暖，给他熬他最爱喝的补药。只是那补药里被我一点点掺了慢性毒，半年不到，他就被我生生毒死在榻上。千银，你大郎哥这人比他那个死鬼亲爹还要心狠手辣。回京这段日子，他已经多次派人在暗处窥探，甚至想暗杀你。咱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得先下手为强。姑母，那可是您亲儿子啊！我又不差他这一个儿子。实话告诉你，当年他爹死后，我一个孤身女人在这乱世里拉扯3个儿子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那段日子，我曾想着干脆带着他们兄弟3个一起跳河，一了百了。要不是你娘死命拦下我，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投胎做人了。那个时候陈高强已经记事儿了，他心里指不定怎么恨着我这个想要他命的亲娘呢。既然当初我想要他的命，如今你指望他这种人能对我有多少孝心？一模一样。孩子呀，我是你外祖父啊！给他看。如果爱需要欣赏月的守护，为何还会有这么多思念？是什么当初我的小姐亲启，见字如人。亲娘自知死期将至，她拼尽最后一口气，将襁褓中的我与信托付给了她最信任的2个人。2名仆人重重跪地，眼中含泪。王府的一场大火掩盖了所有秘密，爹和娘，不是这2位中仆，趁乱将我带出了魔窟。娘在信里说，她不是我的亲娘，她是我亲生娘亲的贴身丫鬟，而我真正的娘亲是这府邸的主人，帝师薛大人的独女。她曾是高高在上的仙婴王妃。20年前，我刚出生不久，亲娘意外撞破了老鹰王勾连外敌、卖国求荣的丑事。老鹰王动了杀心，将她囚禁在后院，欲置她于死地。他们曾想拼死回帝师府求救，可老鹰王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着爹娘自投罗网。我5岁那年，杀身之祸还是来了。娘自知不敌，将真相与玉佩托付给了陈婶子。
那是他能找到的最后一条生路。他们将我藏在身下，用命拖住了那群畜生，直到寡不敌众。等了3日，却等到了我们的死讯。为了保住这陈家唯一的血脉，他们只能巧装成难民，一路南下，远走他乡。我5岁那年，杀身之祸还是来了。娘自知不敌，将真相与玉佩托付给了陈婶子，那是她能找到的最后一条生路。他们将我藏在身下，用命拖住了那群畜生，直到寡不敌众。孩子，我的苦命的儿啊！孩子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放心，有外祖父在，无论当年的黑手伸得有多长，外祖父哪怕折了这把老骨头，也一定会替你娘讨回公道。薛青之女受冤多年，此乃朕之过。青孙女流落民间，坚韧不拔，其母遗信更揭发英王通敌叛国之重罪，其功甚重。圣上金口，赐薛氏后人迁于国姓，封瑞和郡主，赐其封地千亩10亿万户，赐京城郡主府邸1座，拨府兵500亲随，赏御赐如意10对，金珠1000两，绸缎100匹。瑞和，你有大功于社稷。我老婆子真是积了德了，哪里能想到亲生儿子的福没想到，倒想着我侄女的福气了。姑母，往后咱们一家子就住郡主府，再也不分开了。恒爷还没回去？二哥，你也别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了。以前千里姐在咱家磨豆腐的时候，你犹犹豫豫缩手缩脚，现在好了吧？人家是瑞和郡主，有府兵有封地，如今啊，你是彻底的高攀不起了。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，二哥，你以后有的磨了，咱呀也得识趣点，别赖在这儿阻了千羽姐的桃花运。三弟，你放手！走喽，回咱那小院磨豆腐去。嘿嘿。世事无常，瞧瞧，这都搬了半个时辰了，还没断头。金银93箱，首饰63箱，这怕是把国库都搬进他英王府了吧？找到了，2代英王通敌卖国的死证在此。官爷手下留情，我有罪证，这是万庆通敌的亲笔信，我是被他蒙蔽的，我检举有功啊！陈刚强，你这个过河拆桥的畜生！军马爷，这通敌的罪，哪是几封信就能撇清的？统统带走，押入天牢。皇上，英王在牢里自尽了，说是以死谢罪，求皇上饶过他的妻儿。以死谢罪，他倒是打得一手好算计，想用一条本就该死的命保住他那一窝逆贼之种，想得美！诏谕下，凡有英王血脉之男子，不论年龄，皆处宫刑；女子，通通赐服绝子药。另其同谋逆臣，凡成年男子秋后处斩，成年女子充作官奴，余者流放房陵，永世不得回京。二郎，你是来救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。我是被万青那个贱人陷害的，他想撇清关系才把脏水往我身上泼。你救救我，我真是无辜的，我什么都没干啊！陷害？
将军怕是贵人多忘事，边关那数千个无辜丧命的百姓，将军难道也忘了？你夫妻二人与燕王狼狈为奸，为了那点功劳不惜勾结外敌，其罪当诛。我没有，那些事我全都不知情，都是万茜背着我做的。既然不知情，那这封信将军该怎么解释？字迹力透纸背，是你亲笔所写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明明亲手把信都收了。是你，这信是你伪造的，是你写的对吧？你想害死我！将军在说什么呢？恒也听不懂。将军在说什么呢？娘，恒也听不懂。你这个无耻小人！呸！踩着亲生兄长的骨血上位，残害手足，你陈汉也能得意几时？你我可是一母同胞，我获了罪，你以为你就能全身而退，能讨得了好？将军说笑了，我陈家满门清白，我大哥早在5年前就为国捐躯，战死沙场了。你见死不救，如何对得起陈家的列祖列宗？将军，生我养我的是娘，不是祖宗。千年，你我夫妻一场，虽然日子短，可名分在那儿。你肯定不忍心眼睁睁看着我被问斩吧？你帮我求求情啊！将军此言差矣，你我何曾是夫妻？当初你为了应付婆母，弄了个假婚书。陈高强，你比谁都清楚，我与你并无夫妻之名。我那时出征在即，时间太赶巧了，我是来不及去办真的。三儿，对，我是三儿的亲爹，看在三儿的面子上，你也该救我。三儿还那么小，他绝不能有一个背负通敌罪名的罪臣爹。你忍心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吗？将军记错了，我的夫君早已为国捐躯，战死沙场。我今日来是想亲口告诉将军一件事：费心您前些日子派人暗杀我，若不是您步步紧逼，英王府都不会倒台的这么快。自从陈大郎回京后，我身边就不得安宁。婆母察觉后，毫不犹豫地拿出大半积蓄，请了江湖侠士，在暗处护着我和森儿。我这人向来随波逐流惯了，若不是陈大郎想杀我在先，我也不会将那几封信交给二郎。毕竟是从我怀胎10月生出来的，我既带他来到这世上，就由我送他走吧。人死债消。二郎，森儿如今快6岁了，正是人增狗繁、上房揭瓦的年纪。此番远行，也就你能压得住他，交给你管教，我也放心。路途遥远，此去经年，森儿若是半夜哭闹想你，恒也该如何是好？哎呦喂，哥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在官场上那是如鱼得水，怎么一到了情场上就跟踩在薄冰上似的？你这样不行的。千里姐，京城待腻了没？要不你干脆跟我们一块同行，出京游山玩水一番？不去不去，老娘这把骨头再不想折腾出京了。你们俩给我记住了，这一路上好好带森儿，2个大男人也不知能不能照顾好小孩。还有你三郎，你这也急惯了，整天就知道倒腾你那点吃的，也不说去讨个。娘，您别念了，天热，您快和千里姐回府里待着吧。恒也告辞。珍重。婆母，今日三郎不在，咱俩开个小灶，买个猪肘子回去吃，可行？那我要吃红烧的，炖得烂烂的那种。